李光耀故居欧斯里路38号近期成为新加坡各界热议的话题。这座建筑是一栋始建于19世纪的殖民风格平房，自1940年代起便成为李光耀一家生活的主要居所，更是新加坡建国历史中的关键地点之一。它不仅承载了李光耀个人的生活记忆，更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党的场所之一，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见证者。1954年，李光耀在这栋房子的地下室中与创党成员们秘密策划新加坡的未来。然而，这座建筑的最终命运并非清晰明确，它的处置方案掀起了一场全民范围内的热烈讨论。究竟是将其完整保留下来以纪念历史，还是遵从李光耀本人及其家族的意愿将其拆除？这个问题迅速演变成为法律、政治与情感纠葛交织的复杂议题。支持保留的一方认为，这座房子已成为国家公众遗产，是新加坡人民应当共同纪念的历史象征。而支持拆除的一方则强调，李光耀的遗愿和家族隐私，认为保存故居与李光耀反对个人崇拜的信念背道而驰。两种观点的碰撞不仅撕裂了公众舆论，更背后牵涉了家族自身价值观以及国家政策的多层面冲突。第一章，法律与政策的博弈。从法律和政策的视角来看，新加坡政府对于欧斯里路38号的处理已经显现出清晰的逻辑。根据古迹保护法规定，对于具有国家历史意义的建筑，政府有保护的法定职责，这是其将故居列为国家古迹的重要依据。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经过评估后认定，这栋房子见证了1950年代新加坡从殖民地走向独立的历史，是人民行动党早期成员积极讨论国家命运的地方，因而在国家历史中具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地位。政府已经提供了多种保留方案，从保留整栋建筑将其原貌列为古迹，到仅保留地下室饭厅将其与历史公园相结合，甚至是完全拆除房屋后建设纪念碑或绿地。每一种方案都试图在法律权利、家族意愿和公众利益之间寻求平衡，但无论选择哪个方案，国家文物局的核心目标十分明确，保留历史价值，清除个体痕迹，避免让故居成为与个人崇拜相关的象征。同时，文物局已征求李光耀故居产权人的意见，并将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敲定最终决定。不过，这一法律政策角度的理性判断背后，无法回避由这些决定引发的家族内部争端。它不仅关系到李光耀的一生理念是否能够被延续，也进一步牵动了新加坡公众的民族情感，为这场博弈增加了更多复杂因素。第二章，家族纠纷与政治影响下的故居命运。李光耀的离世进一步暴露了其子女之间围绕故居处置的分歧。作为李光耀的长子，现任总理李显龙主张保留故居，以表达对家族及历史的尊重，同时也认同故居可以成为民族认同与团结的象征。然而，次子李显阳和女儿李伟玲则坚持遵从父亲意愿，申请拆除房屋。他们认为父亲在遗嘱中明确希望故居被移除，以避免个人崇拜。次子更在姐姐李伟玲去世后，以唯一合法屋主身份申请拆除房屋，并计划在原址建设私人住宅。家族矛盾从私人范围扩大至政治层面，也引发了公众对家族成员动机的关注。李显阳和李伟玲指责李显龙利用总理职权干预故居命运，从而巩固其政治地位。他们质疑政府成立部长级委员会讨论故居的合法性，并质问李显龙是否干预私人事务。李显龙则表示自己已回避决策，并承诺严格遵循法律程序。这场矛盾的公开化激发了强烈的社会讨论。支持保留的一方认为故居是国家共同记忆的重要部分，是历史的鲜明象征，能够激励人们牢记新加坡独立奋斗的精神。而反对者则强调尊重遗愿，认为这样才符合李光耀本人反崇拜的理念。在舆论分化中，政府态度审慎，但始终绕不开政治动机的质疑。第三章，情感与价值拉锯后的最终决定。在情感和价值层面，欧斯里路38号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这座建筑本身。对于李光耀家族而言，这栋房子是家庭回忆的私密空间，而对新加坡人而言，它象征着国家奋斗独立与兴起的精神。李光耀和夫人柯玉芝曾在遗愿中表示，他们希望避免故居成为公众参观的热点，以保护私人空间。支撑这份看似简单的愿望背后，是李光耀坚持的理念，拒绝神化个人向前看，而不是过度捕捉已经消逝的历史。这座建筑的价值已深入公众的情感核心，对新加坡人来说，它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，承载了国家独立历程中的艰辛与凝聚力，也可能成为重要的教育和旅游资源，让后人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过去。有人认为将其保留是对李光耀价值与理念的一种延续。最终，新加坡政府采纳了国家文物局的建议，将欧斯里路38号列为国家古迹。这一决定具有重要法律意义，也被视为对李光耀精神的最大礼赞。同时，有人呼吁公众理性看待这一决定，它并不是对遗愿的否定，而是努力在法律、个人意愿与公众情感间寻求平衡。这场持续数月的争议，或许在列为古迹的决定上告一段落，而这一选择可能成为家族和解的契机，为个人与国家记忆架起桥梁。
欧斯里路38号的命运不仅关于一个家庭，更关于整个国家的记忆。面对这样的历史遗产，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：历史属于谁，又该如何继承？这或许提醒着我们，作为个体的我们，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。所以你怎么看？李光耀故居是该保留还是该拆除，或者两者结合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了解更多新加坡历史背后的故事，分享这期视频给你的朋友，让更多人参与这场历史对话。我们下期见。